care, you know my name。个个都想装熟，熟人手让你很有脸。你给我是香点，我们互不相欠。我说什么看什么听什么穿什么爱什么都想来指点。矜持一点，我不是你的谁那个谁，我不会让你消沉。多远一点，你不是我的谁那个谁，你的跟我不上脸。我不想跟你颠，特别上马浪费时间。给我 shut up， 然后 get up，back up，before 我翻脸。胡说，他们都爱指指点点，看我就像光神灵都不远，不用你说，不用这种表演，这种表演换取你的视线，有种就会躲在屏幕后面，有种我也不会害怕道歉，我的世界已经离你太远，与你在变，红了你的双眼，这度的我何必要说，等不了我不接受，那个不理我讲，嘿。你看，当初装修的时候，你的地板我可是没碰过，保留你们原装的。现在变成这样，早知道当初连地板我也一起换了。不好意思。那你说，现在怎么办？ Mr. Lee 啊，这件事我们非常抱歉，但是我们已经通知公司的承包商了，他们一定会尽快把你的地板修好。那要多久啊？我拍照给他们看了，应该需要3天的时间。那这3天的损失谁来负责？这你就不用担心了，公司有义务帮你赔偿损失。怎么赔偿？我们会帮你安排一个免费的促销活动，宣传费由我们来付。就这样而已。 这是公司的规定。好，这样我看干脆减租金吧。啊？减租金啊？减租金。租金方面我没办法做主啊，我必须跟公司的内部商量一下。喂，我们聊了那么久，你现在告诉我你不能做主，简直浪费我时间嘛！ Mr. Lee， 我们谈一谈好吗？ 有什么好谈的？你们根本都没诚意解决问题嘛！那就减租金吧，减半个月的租金，加上重新铺地板的费用由我们来承担，另外还包括刚刚说的免费促销活动。Mr. Lee， 不知道这样的补偿配套你还满意吗？你看，这样还差不多。以后有什么事我直接找你。好。你为什么会答应 Mr. Lee 的要求？ 不是说除了安排免费促销活动，其他的要求就不可以随便答应吗？这是一种谈判策略。这种情况下，有些店主会提出不合理的要求。只要我们当中一个先提出最低的赔偿，之后再由另一个提出更好的赔偿，通常店主都会接受的。所以你在利用我啊？我们只在扮演不同的角色，不必说的这么难听。你先下去吧。喂，飞哥。你的钱我怎么敢欠啊？只不过最近手头比较紧，能不能再给我多几天的时间？ 好，谢谢你，飞哥。好，再见。小姐，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 ？OK。你们有事吗？没事。 小心点啊！我们去那边走。哎，我的手机，我要回复一个很重要的 email。你都伤成这样了，就好好休息吧。反正医生都给你 MC 了。对咯，你的脚都伤成这样，接下来你还是留在家里休养吧。哎呀，我的伤又不是很严重，不用请假吧？哎，其实是不是可以起诉商场要求赔偿？如果你需要律师的话，我可以介绍给你。我老公有很多律师朋友。你要他起诉自己的雇主哦，那就当我没说过。
其实你这次摔伤，未必是一件坏事。对永熙使用苦肉计。哎，这个方法不错。跟你们说了，我现在要把重心放在工作上。永熙的事就随缘吧。你不可以这样，不要因为一次失败就完全放弃爱情。你要知道，一个人孤独终老是很寂寞的。我是不会孤独终老的，因为我有你们，也有子宁啊。我们有自己的生活和家庭，子宁将来也会有自己的生活的。那好吧，你们这些有自己的家庭跟生活的人，回家吧。你都这个样子了，我们其中一个留下来陪你 ，OK？ 不用了，我没事的。回家吧，老公等你们吃饭了。走走走，拜拜。那你有什么打电话给我们？记得啦。拜。爱一个人不一定要拥有他，只要他幸福就好。有时候放手也是一种成全。Let me walk you to the lift. It's okay. Yeah, let's go, let's go. Thank you. You're welcome. Focus on。若琪，哎，早。哎呦，小心小心！哦，痛啊！不好意思，我跟你讲哦，医生不是给你3天 MC， 叫你在家好好休息，你干嘛来上班呢？反正我的伤也不是很严重，就家也无聊嘛。说的也是，不过脚扭伤呢是会有后遗症的。哎，我有经验，坐下来，我帮你看一下。哎，有病假不休息是破坏行情。小心哈。哎，若琪，对啊，你这样以后我们生病不来上班，大家都会觉得我们在偷懒啊。你是要我们向你学习，以后不管病得多严重，一定要回来上班，这样公司就会认为我们是尽责的员工。Hello, he's the new intern for your department. Hi guys, my name is Focus. 我在大学读的是 marketing， 从今天开始我会在这里 intern for 2 months. Hello. 欢迎加入。Hello. 幸好2名顾客都没有大碍，
我们也及时启动了应对措施，事情才没有闹大。不过这段视频在网上流开后，有很多网民开始攻击我们，大致上都在责怪我们没有定期维修，才会导致电梯故障。也有网民叫大家尽量不要去我们商场，避免受伤。无可否认，这件事情已经严重影响了商场的形象。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平息这些恶意批评。伟汤，你跟公关公司开会，尽快平息这件事。我已经约了他们下午开会。至于他，先去你那组吧。没问题。另外，揭发 Simon 的事，你功不可没，等好消息吧。哇！恭喜你。谢谢。伟汤，是不是应该有一些表示啊？好啊，今晚我请吃饭。哇！哎，那我们 B team 有没有份啊？当然包括你们了。总之，听者有份。散会吧。还是我们的组长最好。小心！若琪，你是想陷害我吗？受了伤还来公司上班，很多人都会认为我是一个刻薄员工的魔鬼上司啊。你不要误会我比你聪明啊 ！Olivia 的意思叫你回家休息，你还听不懂？你的工作 Sandra 会 follow up， 你等脚伤好了再回来吧。你本来就不应该回来的，还不快点回去工作？我很多东西要 follow up。哦。不过我可以再点哦。谢谢。当然，你不要误会我在拍你的马屁。我在公司这么多年了，除了Olivia之外，你是我见到升职最快的人。哎，搞不好很快你坐上Olivia的位置。总哥，你别这么说，我对Olivia可是100%的忠诚的。是，就算要坐上她的位置，也要等我帮她更上一层楼，我才敢坐啊。对，大家都一样。样，来，你还在工作？建廷啊，我不是在 complain 你啊，哎，你看啊，像你这样啊，整天工作，就是太卖命了，我们就苦命了。那你是想换组喽？哎 ，sorry 哈，你不要害我啊，我没有这样的意思。你又够勤劳了吧？可是你看，有哪头牛到最后有好下场的？辛辛苦苦过了大半生，到最后还是变成牛肉给大家吃。建廷，你整天做牛做马，来慰劳你啊。谢谢。我说工作啊，不一定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所以呢，我就选择work smart， don't work hard， 对不对 ？Focus。我觉得 work hard 才是每个员工最应该保持的工作态度。OK。Work hard 谁会看到 ？Work smart 才是生存之道。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您这张卡不能用。这张。这张也不行哎。怎么可能？要不您直接付现金？我来吧。怎么了？气还没消？难道你不替我开心吗？有人升职加薪，那我一点好处都没有，有什么好开心的？其实我跟Olivia提过 ，Simon 那件事你帮了不少忙，所以也有一份功劳。真的？但是我担心我们2个人同时升职的话，别人会怀疑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所以下个 quarter 才轮到你升职。这还差不多。还有今年的 bonus 你一定会满意。满意什么？缺钱的人又不是我。那你想要什么？如果不是我要求，你应该不会主动邀请我来你家吧？我一个人住，怎么敢随便邀请别人来我家？第一，我怕危险；第二，我怕别人误会。所以我算是误会还是危险啊？你说呢？
这里是黄金地段，装潢又那么漂亮，应该花了不少钱吧？公司有人传说你是富二代，是不是真的？这房子里所有的东西，都是靠我自己努力赚回来的。吃的、用的、穿的都是最好的，那为什么连饭钱都给不起啊？那么神秘？之前投资股票亏了一笔，暂时周转不灵。亏了很多。这样吧，我有一笔定期存款，先借给你。不用了，我还应付得来。就当做是我投资你，以后连本带利还给我。相信我，1个星期内我就可以把钱还给你。怎么不打？没心情。怎么今天这么有兴致出来练球？CEO 喜欢打高尔夫球，现在是最好的机会。Simon 走了，没有人跟你争 SVP 的位置。只要你稍微跟 CEO 打好关系，这个位置肯定是你的。我觉得我现在这个样子挺好的啊，我蛮喜欢现状的工作范围。人往高处，你总不可能一直原地踏步吧？其实我对 SVP 这个位置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你知道有多少人想要坐上这个位置吗？你竟然说你没有兴趣？人生不只是工作，我现在这个样子有什么不好呢？没有不好，只有更好。你放心，我会帮你打点一切，只要你稍微配合，就可以轻松上位了。你每次给我希望，结果又让我绝望。你为什么那么残忍？There was something in your eyes when I said it. It took me by surprise, 'cause I meant it. And I don't know what to say. 我来帮你吧。来，给我。There was something in the night that felt like heaven. Finally felt like I had started. 需不需要坐下来休息一下？ Supposed to do, and I wanna try life with you. 你的脚，医生怎么说？休息几天就没事了，但是还是要小心，尽量少走动比较好。那你还出来买东西，叫 delivery 就好。 待在家里很闷嘛，我想出来透透气。你呢？心情不好？你以前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，都会开车随便到处跑。今天刚好经过这里。还是你了解我。
我们都已经是那么多年的夫妻了，你的习惯我都知道。不过以后除了公事，还是尽量少接触比较好。我会把重心放在工作上，积极面对自己的人生。你也不用太担心我了。你以前从来不是事业心重的人，现在把重心放在工作上，你会开心吗？我现在除了把重心放在工作和子宁的身上，还能放在哪里？在我看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，戏院竟然停电，这有多扫兴？你们知道吗？ Sunshine Mall 绝对是最烂的广场，以后大家不要再来了。我在餐厅里向我女朋友求婚。莉亚，嫁给我吧！是你们害我求婚失败的。什么？有这么好笑吗？他女朋友 reject 他，可能是他自己的问题，怎么能说是因为 shopping mall 停电 ？This guy is such a loser. The customer is always right. 即使顾客再无理取闹，我们都需要正视所有的批评，还有意见。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把那个男的找出来，然后帮他求婚 ？Why not？ 如果真的能帮他求婚成功，就显示我们服务态度好啊。查到是什么原因造成昨天Sunshine Mall会大停电了吗？工程部的人说是因为耗电过度才会造成电线断路。什么时候能修好？他们建议关闭商场3天进行维修。Olivia， 如果关闭3天，店家肯定会有意见，对商场的形象也不是很好。我觉得这几天我们可以调整营业时间，迟一些开始营业，早点结束营业，让工程部有几个通宵的时间来抢修。照你的意思去做吧。先是地板裂，再来 escalator 故障，几天后就大停电了。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有可能是因为商场之前翻修，还遗留一些问题没有解决。那就叫工程部一定要做好 QC。如果再出什么意外，Sunshine Mall 的形象就没了。Boss， 我觉得Sunshine Mall最近出这么多问题，应该跟风水有关。要不要找一个风水师来看一看？好啊。我认识一个很有名的，我介绍他给公司啊。我觉得Sandra的提议很好。如果这位风水师真的可以解决问题，不如把他请回来当顾问，然后把Sandra给炒掉。是 sorry。What does the boss usually do？ 刚才开会的时候，我们问他问题，他 throw back 那个问题给我们，好像没有答案的。哎呀，老板都是这样的啦，不然请员工来干什么？对不对？对啊，感觉我们每天都在帮老板解决问题，他们什么都不用做，他们为什么不想想看，没有我们，他们怎么当得了老板？那你试试看罢工，看公司会挽留你，还是请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你咯？不然呢，就请个风水师，看能不能帮到你啊。你要记住，员工的责任就是要帮老板解决问题。我决定了，我不要当员工，我要当老板。
Mr. Lee，真的对不起。跟你这种小职员说什么都没用。关先生呢？我直接找他谈。其实我们各自都有负责几间店，你的店是我负责的。哎，不要听你废话。Mr. Lee，Mr. Lee，听我。哎呀！我只是轻轻碰了他一下，是他站不好自己跌倒的。快跟 Mr. Lee 道歉。为什么要我跟 Mr. Lee 道歉？我都没错。就算你真的要他接受我们的赔偿条件，我也不需要道歉吧？我是有尊严的。你的尊严和公司的形象，还有公司的盈利，哪个重要？如果因为你，公司必须做出超额的赔偿，这个损失，你来承担吗？因为你的跌倒，因为你的道歉 ，Mr. Lee 才那么好说话，愿意接受我们提出的赔偿条件。成功完成任务，比你所谓的尊严来得更重要。接下来还有很多店家要谈，可以吗？可以的话就继续吧。和商家都谈好了，拿走吧。你之前不是跟 OIC 谈得好好的，他们怎么会突然改变主意呢？我也不清楚哎，不过我听说 KC Mall 开出的条件几乎跟我们的一样，甚至比我们的优惠一点。这么巧？我也觉得奇怪，照理说他们不可能会知道我们开出的条件。你是这个 project 的负责人，知道详情的人也不多。你确定没有走漏消息？确定。竞标文件是由我亲自答应、亲自检查、亲自送到 OIC 公司的。下次谨慎一点。嗨，出卖公司情报，还让竞争对手抢走了本来要入驻我们商场的服装品牌，这真的不像是建廷会做的事哦。这很难说啊，也许建廷是受人家威胁，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才会出卖公司的。啊，原来建廷跟那个 KC Mall 的市场经理以前是大学同学。我想他们两个一早就串通好，大家互通消息。Sure 吗？也不知道他出卖了多少内幕消息给对方，真的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我觉得事情的真相不是你们说的那样哎。建廷？怎么可能？我刚开始也不相信的，可是你想想看，伟堂每次都抢走建廷的功劳，还有上次Olivia不是说过伟堂就要升职了吗？建廷就算人再好，心里也会不平衡啦。你的意思是建廷为了报复公司对他不公平，所以才出卖公司啊？你觉得建廷真的是这种人啊？我相信建廷是不会出卖公司的。电话响了。
我最近想去配一副近视眼镜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一直以为自己看人很准，但是却看走眼了。可是奥利维尔却不相信你是出卖公司的人。我很想请教你，你到底是有什么秘诀，才能做坏事却不被人怀疑？是不是你到处散布谣言，重伤我？是我又怎样？打我！ Excuse me. Excuse me. Excuse me. Excuse me 啊 ！Excuse me 啊 ！Excuse me. Excuse me. 你相信他是内鬼啊？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相信你是不会这么做的。伟堂，你为什么会跟 KC Mall 的人见面 KC Mall 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。是吗？那我为什么会看到你跟 KC Mall 的市场部经理陶明良见面呢？他还交了一个信封给你。只要我们查看那天的 CCTV， 证明你们俩真的有见过面，你说大家会不会怀疑你？是不是你出卖公司的？你怀疑我？你平时的作风让我不得不怀疑你。如果你那么有把握的话，去跟我丽薇说。如果真的是你，承认吧，不要冤枉静婷了。若琪，嘿 ，Jess， 一起走吧。你 OK 吗？你看起来好像有心事，在担心建平的事啊。我和你一样，我也不相信建廷会做出这样的事。可是现在谣言传得那么严重，公司里的人几乎都认为是他做的啊。我担心再这样下去，他会承受不了压力，辞职离开啊。但是如果建廷真的是无辜的，那不是很冤枉吗？谢谢。没办法啊，现在矛头都指向他。如果有证据可以证明不是他做的，那就好了。Jess，
其实我怀疑出卖公司的人是维唐，但是我没有证据证明。没有证据，我们就去找啊，帮建廷洗脱嫌疑。你确定伟堂经常来的地方就是这里？他的社交账号显示，他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来这里，来做什么我就不知道了。有空就多出来走动，这里空气很不错。找我什么事？我知道你有个半身瘫痪的爷爷，住在疗养院。你是不是因为每个月要支付他的医药费才会出卖公司的？我要供车、供房子，还有爷爷的医药费，每个月的收入根本就不够。我是没办法才这么做的。想说就这么一次，应该不会有人发现。没想到一次犯错，就真的回不了头。我会向Olivia自首，还建廷一个清白。等一下，如果你没有工作，谁来照顾你的爷爷？以前爸妈工作忙，小时候都是爷爷把我带大的。后来父母移民到国外，照顾爷爷的重担就由我来担起。志强，你功课做好了没有？做好了。志强是我爸爸。以前一直以为你挺冷血的，没想到您这么照顾你爷爷。每个人都有很多面，在不同人的眼里，自然有不同的面貌。所以看人不能只看表面，不然被骗了，你都傻傻不知道。刚才几乎都是我跟 CEO 在说话，你连敷衍都懒得去掩饰，你是怕他不知道你在应酬他是吗？对不起啊，我真的没有心情。反正你刚才你表现那么好，又跟CEO谈得那么开心，他不会介意的。你知道我花了多少心思才约得到 CEO 吗？如果我知道你这么不稀罕，我就不白费功夫了。怎么会白费功夫呢？如果你真的能讨得 CEO 欢心，将来升上 SVP 位置的人就是你。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，可能以后连你现在这个位置都保不了。一旦开始有斗争，就一定会有伤害。但是我现在没有要你跟谁斗啊，位置已经摆在那边了，你只要跟我配合一下就行啦。我只是觉得以你现在的能力，不应该停留在这个位置。工作不是人生的全部，有些事情失去了就永远找不回来。所以你还是坚持原地踏步，什么都不做。好了，不要生气了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。我不想逼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。像Olivia这么有野心的女人，当然希望你跟她一样强啦，这也算望子成龙。我以前有多么拼搏，你不是不知道。我知道，你以前的手段不比Olivia差，所以这么快升 VP。
就因为经历过那一段风风雨雨、勾心斗角的日子，我才不想要再过那样的生活。人生短短几十年，如果痛苦的日子多过开心的日子，你说有什么意义？同意，同意。喝酒，喝酒，不要想这么多，一醉解千愁啊！来。你也喝啊？没问题，没问题啊！不开心的人多喝一点。快喝完，我们就可以回家。怎么喝得那么醉啊？够了，够了。小心啊！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的压力很大。Olivia 一天到晚一直逼我坐 SVP 的位置，可是她有没有问过我要不要当 SVP？ 当 SVP 有什么好处？你告诉我。没有好处。哎，来。你知道吗？你从来不会给我压力的。还是跟你在一起最舒服啊。我看我是先回家吧。你只要在这件事上煽几把火，让它烧起来，就不会再扑灭了。我打算向Olivia坦白，你让Olivia知道了，他会怎样？搞不好Olivia还会反过来狠狠咬你一口。最近我们的部门又有好戏看了。真的假的？有 Olivia 那么强的灭火器在 ，Boss 跟 Rocky 这场火还烧得起来？毕竟Olivia是 director， 他的决定是最后的决定。Even if she makes the wrong decision， 没听过吗？老板永远都是对的。在我脑海里像风在瑟瑟刮，难言喊下，就靠头脑里住的键盘侠。毕竟在职场上，很多所谓的规则是要遵守的，知道吗？
愿自爱，谁能在我离